结婚前夕，未婚妻背着我和白月光私会，他就是个死舔狗，一点脑子都没有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只喜欢你。后来，我召集好友公布结婚的喜讯，他冲进包厢，将订婚蛋糕摔了一地。你用卑劣的手段逼我结婚，有意思吗？包厢里所有人诧异地看着他，我笑着牵起旁边女孩的手：“小姐你好，这是我未婚妻。大家好。”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姐，这是沈少定的包厢，您不能进去，我可是他未婚妻，还轮不着你来拦。屋外一阵喧嚣后，何若若带着她闺蜜撞门而入，拦着他们的服务员小姐被推搡得摔倒在地，额头都磕破了，还强忍着眼泪给我道歉。何若若望着屋内喜庆的布置，她气得嘴角直抽搐，抬手便将3层订婚蛋糕摔了一地。她大概是气糊涂了，都没看清楚蛋糕上写着“贺沈子墨与白婉宁新婚快乐”几字。沈子墨，你用卑劣的手段逼我结婚，有意思吗？她的闺蜜谢兰也在一侧帮腔：“你也太过分了，就不能让我们女孩子多过几天单身日子吗？”我灭笑一声，无动于衷。何若若从未见过我对她如此冷漠，眼眸中闪过一抹诧异。她张了张嘴想解释，最后只跺了跺脚，撇着嘴转身，等着我来哄。恋爱7年，我精心求婚过10次，可每次她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拒绝我，直到最后一次，撞破她与发小私情，我真的累了。在她期待的目光下，我站起身，没有同以往一样低声下气地求她原谅，而是牵起旁边女孩的手：“小姐你好，这是我未婚妻白婉宁。”何若若眼底的怒意瞬间消散，震惊地看向这个被她忽视的女人。白婉宁穿着典雅的连衣裙，举止优雅大方。她微微颔首，走到服务员小姐身前，将她扶起，轻声安慰：“下次先以自身安全为主。你额头上的伤，我送你去医院看看。谢谢沈太太，还是您知书达理。祝您和沈少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”服务员笑眯眯地拉着白婉宁，嫌弃地瞪了何若若一眼。何若若积攒的怒火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她从包里掏出一沓现金，直接砸在服务员的头上，装模作样：“不就是想讹钱吗？你这一摔讹了1个月的工资，可这些钱对我来说还不够1顿饭钱。瞧你那副穷酸样。”他居高临下，鄙夷地望着服务员，最后还不忘挑衅地看向白婉宁：“够了，何若若，你滚出去！”即便早就放下了，可这一刻还是忍不住失望。何若若大概忘了，曾经的她跪在重病的父亲床前，哭诉父亲的医药费不过是富人的1顿饭，而她拼了命也攒不到。我怜惜不已，替她支付医药费，陪着鞍前马后的伺候。可不知道从什么开始，她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模样。恋爱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对她说过重话。这一次我的怒吼吓得她浑身一震，眼眶微红，声音哽咽：“你吼我？若是以前看见她这副委屈模样，定会心软地抱住她，然后道歉求原谅。毕竟这就是我们一直来的相处模式，不管谁对谁错，永远都是最爱的那个人低头。但现在我只是将白婉宁护在身后，冷冷地注视着她：“何小姐，这是我和妻子的欢庆宴，不欢迎你。”何若若不敢置信我居然会护着别的女人，她无辜地睁着大眼睛，落下2行泪来：“子墨，求你不要再演下去了，我真的会很难过的。我知道你是在生气我和宋云飞说的话，可我解释过了，那只是玩笑话。为什么你都不愿意相信我呢？我对他的信任早在一次次的谎言中消耗殆尽，你再不走，
我就要强行请你出去了。我很恼火。今天是我和白婉宁公布喜讯的日子，只请了双方好友。这何若若不知道是哪来的消息，闯来搞破坏不说，还赖着不走。我惭愧地朝白婉宁看去。对女方来说，未婚夫的旧情人闹上门，都会愤怒的。曾经有女人追求我，被何若若撞见，她直接一酒瓶砸得人家住院，还埋怨我好久，说我不该在外招蜂引蝶。我哄了好久才和好。白婉宁确实受了委屈，不管她这次如何吵闹，我都做好了替她收尾的准备。可白婉宁却依旧温柔，从包里掏出一张镀金的请帖，笑意盈盈地递给何若若。何小姐，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和子墨的婚礼。何若若的眼泪瞬间收住，她接过结婚请帖，打开认真一看，瞳孔一缩。为了气我，你连请帖都准备好了？好啊，沈子墨，那你就和白小姐结婚去吧，我再也不要你了。她捂着脸哭泣地跑走了。何若若还以为我会和以前那般包容她的一切，可她想错了，这一次是我不要她了。服务员是个20出头的女孩，她跪坐在一地钞票上，哽咽落泪。沈太太，我只是努力工作，这不对吗？她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？白婉宁蹲着身子，将散落的每一张钞票捡起，塞在服务员的手里，怜惜地抱了抱他。你没有做错，很明显他是在迁怒你罢了。说起来，这应该怪我们。不要难过了，先去医院看看你头上的伤。服务员瞪大的眼睛，有点不好意思拿这笔钱，这小费帮我还给他吧，我都是凭本事赚钱的。什么小费？这是他伤害你的医药费和误工费，还有精神损失费。白婉宁俏皮地眨了眨眼睛，要是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请律师帮你打官司。没想到他还有这一面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白婉宁脸瞬间红了，她低着头不再说话，将人送到医院。我们又一起回了沈家老宅。饭桌上，我爸妈无不表露对白婉宁的喜爱，我也如此。送白婉宁回家后，我妈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，全然没了之前的笑颜。儿子，我们谈谈。我坐到一侧，有些迷茫。这还是我们母子第一次严肃的谈心。结婚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。我点点头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问。我妈叹了口气，担忧道：你跟何若若的事要断干净。婉宁是个好孩子，你要敢辜负她，我绝不饶你。今天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我妈真是消息灵通，难道我身边有她的眼线？你的事情什么时候瞒得过我？我妈冷哼一声，当年大学刚毕业，你就为了她和家里闹得不可开交，连公司继承权都不要了。要不是我出手帮一把，房东怎么可能把房子便宜租给你？我恍然，原来是老妈在背后出力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挤在小小的出租屋里，日子虽然过得穷苦，但却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后来我捧着鲜花，奉上工资卡，向他求婚。他接走了工资卡，却以婚姻需要物资基础为由，拒绝了我的求婚。于是我向父亲低头，努力获得家族认可，才拥有了如今地位。我以为只要有钱了，我们就能结婚。可当我买了大别墅，准备着烛光晚餐，再次向他求婚，他却带着发小和闺蜜一起住进了我们家。你也别怪你爸爸，他只是担心你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太大，会难以相处。我妈忍不住埋怨，可你们父子俩偏偏都那么倔，没一个肯好好说话的。的确，我们的第一大难关就是消费。我大手大脚惯了，他总训斥我铺张浪费。后来他和发小被我撞见同吃一个冰淇淋，我忍不住质问几句，他却生气了。我们穷苦人家出身，
从来没吃过哈根达斯，我舍不得多买浪费，所以才一起吃的。我和云飞穿开裆裤的年纪就一起玩了，要谈早谈了，这种小事你都要斤斤计较，你这人太幼稚了。婚礼我不去了，等你什么时候成熟点，我们再结婚。他讲述凄苦过往，我以为冒犯了他，便低头认错道歉。可事后他们并没有收敛，反而越发过分。他们在微信里换上了情侣头像，他神情淡漠，不以为意。你是总裁，换情侣头像你会被员工嘲笑的。我这都是为你好。我苦笑一声，亏得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性格大大咧咧，其实是爱我的。可后来才发现，他会在我们同时生病的时候抛弃我，照顾他。云飞从小营养不良，他生病会很严重的，你体魄好熬熬就过去了。他年年忘记我的生日，却拿着我的钱给宋云飞办生日宴。我们乡下人从来没过过生日，只是图个新鲜。你不会在意吧？我捏着杯子的指尖发白，明明死心了，可回想起往事，仍旧会为自己的付出感到不值。你们谈了7年，不会他一哭，你又心软了吧？我妈心疼地看向我，不会的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不是谁都能轻易舍弃的。所以当时我给过他最后一次机会，结果却撞破他们在别墅里私会。他就是个死舔狗，一点脑子都没有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只喜欢你。我竟觉得他说的对。这7年来，我每一次都因为对他的爱，无原则的道歉和忍让。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不就是死舔狗吗？我将花和戒指丢进了垃圾桶。屋里他们听到动静，慌张地跑出来。沈子墨，我们说的都是玩笑话，你不会没听出来吧？哦，我冷漠地回应着，收拾东西就要走。他恼火地吼道：我都和你解释清楚了，我们只是朋友而已，你不要再闹了。无数次我们因为宋云飞的事情在吵架，可这一次我累了。你这个人玩笑话也听不懂，真无趣。我们分手吧。他转过身去，委屈地抹着眼泪。好，我们分手。他提过无数次分手，可只有那一次，我没有再挽回。我是爱他，但是我又不蠢。谁想给自己戴个闪亮亮的绿帽子？明天你什么安排？陪婉宁逛街买衣服去。我说道。你小子终于开窍了。我妈笑容满面地拍着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道：和婉宁好好过日子，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想到这一幕，我竟然也开心地露出笑容，舒适地往沙发上一躺。怎么，孙女就不喜欢了？老妈，你这是重男轻女呀，臭小子！人家婉宁愿不愿意给你生孩子还不好说，你倒是先得意上了。我妈扶额，满脸无奈。一大早我就赶去接白婉宁。白婉宁慌慌张张地跑下楼，额头上溢出密密麻麻的汗珠。等很久了吧？我摇了摇头，仔细地打量着白婉宁。她皮肤白皙，穿着淡粉色长裙更显气质，就是耳朵那块红得吓人。虽然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但还是第一次逛街，我们彼此都有些紧张。忽然一阵冰冷附上我的手掌，他整个人紧紧靠在我身上，温热的气息在我耳边吞吐。看，何若若在那边。我脑袋一阵发懵，都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。他脸红得更厉害了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牵你手的。我看到何若若和一个男人在逛街，我不想你再被他羞辱。我明白。我胡乱地应着，默默感受着他那颗剧烈跳动的心脏，心也有些浮躁。云飞，奶茶很好喝的，你也来一口。何若若的声音特别大，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她眼睛时不时往我这边瞟，看到我和白婉宁搂在一起，气得差点将吸管捅宋云飞鼻孔里。宋云飞低头，
两人同喝一杯奶茶。见我没反应，她很失落地注视着。老公，这裙子真好看。白婉宁红着脸，指着一件新款连衣裙。我买字刚说出，何若若冲过来将衣服夺走了。服务员，这件衣服我要了，打包一下。她见我没有阻拦，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。好的，小姐，价格是39800，您这边是扫码还是刷卡？何若若仰着头，掏出我给她的那张卡，刷卡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早上收到短信的通知时，我就将卡给停了。收银员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。小姐，这张卡被停用了，麻烦您换其他支付方式。何若若一怔，茫然地抓着手机。她先前嚣张抢衣服的画面被很多人看到，如今见她付不起钱，有路人忍不住嘲笑道：“买不起抢什么抢？”收银员忍不住提醒：“小姐，请问这裙子您还要吗？”被这么多人注视着，何若若羞愤不已，直接将奶茶朝我丢来。沈子墨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停我的卡？白婉宁原本在和我一起看戏，见奶茶丢过来，一个箭步挡我面前，奶茶砸在她的背上炸开，将衣服打湿。婉宁，你没事吧？我焦急地询问，内心懊恼无比，是我没有保护她。这位小姐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停用我遗失在外的卡，还用询问你的意见？我拳头紧握。另外，我妻子的衣服是限定款，价格56万，限你10日内还清，否则我们法庭见。说着，我将事情转交给律师处理，就准备带白婉宁去换衣服。何若若瞪大了眼睛，似乎没想到我居然会在她的面前护下别的女人。沈子墨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你凭什么护着她？我们早就分手了。白婉宁是我的未婚妻。我扭头淡漠开口，她一直盯着我的脸看，似乎想从我身上看出一丝对她的关心，可是完全没有。我的目光都在白婉宁身上。何若若不甘心的想要上来追赶，却被我的保镖拦下。她气得当场撒泼打滚。好大的胆子！我可是未来的沈太太，你们今天敢拦我，以后我就把你们都开除了。保镖们不为所动。何若若望着我们离去的背影，跌坐在地，失魂落魄。白婉宁是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，我们家世相当。见面那天，我们聊了许多，却没成想我们竟然是一个学校的。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聊得十分投缘。他的性格温柔大方，即便被砸也没有丝毫生气。婉宁，你为什么替我挡奶茶？白婉宁红了脸，她捏着衣摆，满脸羞涩。沈学长，从高中我就开始喜欢你，整整10年了，你终于回头看见我了，能和你结婚，我很幸福。他紧紧拥抱着我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心脏在剧烈跳动，而我心也被带动着一起剧烈起伏着。这些年，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何若若的身上，竟然忽略了真正的珍宝。我反手将她也拥入怀中。盛大的婚礼如期举行，我换上了西装。我早就将何若若的联系方式拉黑了，却没想到居然在一个陌生的号码听到她的声音。子墨，我想好了，我答应你的求婚，戒指我收下了，很合适。神经病！我嘀咕一声，直接挂断。音乐响起，司仪铺垫了很久，大喊：“有请新娘入场！”大门打开，白婉宁穿着5000万的婚纱，像个精灵一样在灯光中走出。一侧，何若若穿着廉价的纱裙从宾客席闯入，望着全场投来的诧异目光，何若若脸色难看，看向我撇嘴道：“沈子墨，我只给你这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再不来哄我，我就真的不理你了。”全场一片哗然，我的脸色也极其难看。何若若望着我，
一副我都主动来嫁你了，你怎么还不过来的眼神望着我。他大闹婚礼的事情我也很意外，他们住的房子在我名下，去要债的时候，我顺便让律师一起收回。律师告诉我，何若若几乎卖掉了我送她的所有首饰，还向闺蜜借了钱，这才将依附的账还清。可这些年我给她买的奢侈品不下1000万了，那些钱她早就变卖后挥霍一空，如今彻底被我断了经济来源，她才肯低头。何若若咬着牙，一步步朝着我走来，她的身边没有家人，只有无数宾客诡异的目光相伴。我的身形一动，抬手握住了上前的白婉宁，回头看何若若，我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：“小姐，你是不是走错场地了？来人，送客。”白婉宁温柔地挽上我的手臂：“子墨，来者是客，这位小姐要是不忙的话，可以吃点东西再走。”我俩一唱一和，深情款款，越发凸显的何若若是个小丑。台下我的朋友们也忍不住讥讽嘲笑，真把自己当个菜啊！有病就去看，拖久了影响脑子。何若若愣住了，她的目光止不住地朝白婉宁身上看去。她那么美丽，端庄典雅，和西装革履的我站在一起，无比般配。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一脸富态地坐在下方，身上随便一个小配件都是他穷其一生都买不起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向下兼容，可他却以为是我高攀了他。沈子墨，我恨你！他红着眼，落荒而逃，跑的速度极慢，还在等我喊他，或者放弃新娘跑过来寻他。可我没有动弹，和妻子手牵手，交换着戒指。他在门口停下，朝我看来，最终捂着脸离场。这场小闹剧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婚礼。沈家和白家联姻，强强联合，我们的结婚照片都还登上了热搜，无数路人献上祝福。结婚后，我们住在了一起，我们会一起做饭，一起牵着手散步。他紧紧拽着我的手，不肯松开，时不时转头看我，眼里满满的都是我。这样的一幕，我等了10年了。我心疼的将他抱得更紧了。余生我都属于你。在工作上，他也能独当一面，做我最强的搭档。各式各样的宴会应酬，他也游刃有余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很爱我。婚后，我们一起出现在重要场合，一起旅游，一起拍照，日子每一天都是甜蜜的。吃完晚饭后，我们照旧去散步，谁曾想居然又遇到了何若若。不是巧合，她是特意来堵我的。何若若看着我们牵在一起的手，她刺目般的闭上眼睛，2行清泪落下。沈子墨，你非要逼得我认错才肯罢休吗？你一个男人也太小肚鸡肠了吧！我早就忘了他，可他怎么没完没了？我忍够了。何若若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牵着白婉宁的手，露出我们的结婚大钻戒。何若若摇摇头，跟听不懂人话似的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好吧，我认错。我和发小一起吃一个冰淇淋，是我不对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，以为他做出这些让步，我就该回头了。也是，以前都是我退一步，他得寸进尺一步。你以后想和谁一起吃冰淇淋，随便你，也不关我的事，请不要再来打扰我妻子的生活了。他望着依旧绝情的我，满脸的不可思议，语气也变得低3下4起来。沈子墨，你还喜欢我对不对？联姻是不是你家人逼你的？没事的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我甩开他伸过来的手，我和婉宁是真心相爱的，况且我们早就分手了。白婉宁抱着我，踮起脚尖，在我唇边落下一吻。何小姐，你们已经结束了，未来他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我笑着回应，曾经和何若若在一起，
他总说不好意思在外人面前做亲密的举动，所以我们逛街都隔着很远，不牵手。他也抗拒接吻这个动作。可后来撞见他和宋云飞逛街贴着的都恨不得融为一体，我才知道他不是不喜欢，只是不喜欢和我在一起。无所谓了，曾经错误的一段感情结束了，而我也遇到了我人生中真正的灵魂伴侣。何若若捂着嘴巴抽泣，她在我眼里找不到一丝以往的温情，真的开始慌乱了。她哭得浑身都在发抖，眼神中满满的都是恐慌。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提分手了。那天我说的都是气话，我们没有分手好不好？覆水难收，我们分手已经是事实了。你不也说了不理我了吗？何必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纠缠？何若若几乎是跪在地上，哽咽道：“我说的都是气话呀。我是想要你来哄哄我，只要你哄哄我，我马上就回头。可是沈子墨，你为什么不肯再哄哄我？不就是因为宋云飞吗？我再也不和他来往了，行吗？”我无语地摇头。宋云飞只是我们分手的导火索。何若若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，只是当时我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后来他也只是不停从我身上索取。到了最后，他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他的所有物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我早就不想陪他玩下去了。保安呢？这里是随随便便什么陌生人都放进来的吗？我抬手让保安将他丢出去，2个保安将他拽走。这个时候，一旁的妻子温柔地抚着小腹，和小姐留个联系方式吧，等孩子满月了，我会给你发请帖的。婉宁，你怀孕了。我欣喜若狂，抱着她激动地转了个圈。妻子轻轻捶了我一下：“还在外面呢，注意一下影响。”我只有喜悦，哪里顾得上其他，简直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全世界。何若若愣神片刻，眼中满是悔恨和不甘心。她怒目圆瞪：“沈子墨，我才离开多久，你就出轨了，还和别人有了孩子，你对得起你许下的承诺吗？”她的声音很大，引来了不少吃瓜的路人。我才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怎么能和别人生孩子？沈子墨，我也可以和你结婚，给你生孩子的。他几乎恳求地看着我。何若若知道的，我家庭不算温馨，所以我一直渴望结婚，渴望有自己的孩子，有个温暖的小家。可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还一次次地拒绝我。我又因为爱他，无数次的妥协，直到现在，我都已经结婚了，他才幡然醒悟。但是太晚了，不明所以的观众还以为他说的是真的，纷纷怪异地看着我。我挑眉解释道：“我身边这位才是我的妻子，我们的婚纱照都还挂在热搜上，很快就有人认出了我们。这位小姐是什么情况？”路人不解，还以为是我出轨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遇上一个无赖，在这讨饭呢。你说谁是无赖呢？正在伤感的何若若忽然怒骂着，就想过来打人。是我太惯着他了，他总是对我动手动脚惯了，没装几下可怜模样，就开始恢复泼妇本性，吸取了先前被砸奶茶的教训。我一直警惕着何若若，他冲过来的时候，我立刻将他推开了。先前说话的路人此刻提醒我：“沈先生，你还是报警处理吧。”我倒是忘了这回事。何若若大喊：“沈子墨，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”我立刻报警了，警察将他带走，而我带着妻子去做产检。抱歉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前女友那边我会尽快解决干净的。我握着白婉宁的手，很是惭愧。白婉宁摇摇头：“我知道你早就断干净了，纠缠不休的是他，我为什么要怪罪你这个受害者？”我笑了笑，将他搂在怀里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刚将人送回家，
警察打来电话，我又赶去了警察局，见到了何若若的母亲。子墨，都是若若做的不对，我让她给你道歉，你就再原谅她一次吧。她爸走得早，怪我没教好她。何妈妈哽咽地抹着眼泪，何若若低着头，眼里满是愧恨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冷哼一声，你只是没钱了。何若若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心思被戳穿的她恼羞成怒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在你眼里就一文不值吗？我是为了钱财和你在一起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养着何若若不够，还要养她一大家子人，到后来还要养她的发小和闺蜜。不过现在事情过去了，都不重要了，我们早就断干净了。分手还是你自己提出的，你别再来找我了，否则我还会报警的。对于我的绝情，何若若伤心欲绝，她委屈地看着我。我只是和发小举动亲密了些，并没有什么问题呀。你为什么要发火？何妈妈怒拍她，你个死孩子，为了一个朋友和自己的男朋友吵架，你赶紧道歉。何若若咬了咬牙，像是下定某种决心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讨厌宋云飞，那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老家，断绝一切关系。说着，他拿出手机，毅然决然地拨打过去。宋云飞，你现在买票回家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见。若若，你怎么了？那个死舔狗都结婚了，还来逼你，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以前就是太不懂事了，没有男人会允许自己的女朋友和异性走得太近。以后我们不必做朋友了。若若，何若若狠心地将电话挂断，眼神慌张地朝着我这边看来。我发誓不会再和他往来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老婆还在家里等我，你们随意，我没时间在这里看他们母女唱双簧。淡漠地转身就走，全程没看何若若一眼。何若若哽咽哭泣，随后咆哮声从身后传来：沈子墨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曾经你追了我半年，现在换我追求你，我快不离去。满脑子想的都是和妻子共进晚餐。第二天，何若若堵在小区门口，手里捧着曾经我求她都不愿给我做的便当。子墨，这是爱心便当，你以后想吃，我会每天都给你做的。我提了提手上的保温盒，不用了，小姐，我妻子有给我做。第三天，她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手里领着一双皮鞋。子墨，你很想要的皮鞋，我给你买来了。我每日的穿搭都是我太太安排的，不需要你。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我摇下车窗，一丝耐心都没有。在那之后，何若若终于消停了，而我陪着妻子吃晚饭，学习育儿知识。一个陌生电话打来，知道我号码的人不多，我还以为是生意往来，便接听了。沈子墨，若若喝酒了，一直念叨着你，你能不能来接她一下？传来的是宋云飞的声音，他就算是喝死了，也和我没关系。我挂断拉黑一条龙走起，婴儿房已经在准备了，是选蓝色系还是粉色系？我们都将不相干的事抛之脑后，认真地布置孩子的房间。第二天一早，铺天盖地的舆论消息朝我们砸来。何若若向媒体曝光我们之前的恋情，还诬陷白婉宁是插足我们婚姻的第三者。我脸色阴沉地点进去看，何若若惨白着脸，身边还跟着宋云飞和谢兰。我的家世配不上他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不可能结婚，竟然他们在一起了，还有了孩子，我只能祝福他们。网友痛骂我是负心汉，舆论发酵，一些老对头趁机落井下石，连带着公司股市都跟着下跌。白婉宁有些担忧，就算我们出面澄清，民众都未必会买账。的确，很多人只愿意相信他们猜测的。他大概以为把监控删了就没证据了，
所以才敢胡说八道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家的监控都有5个备份。我承认了与何若若7年的恋爱，但并不是我不想娶她，而是她一次次拒绝我的求婚，还背叛我。监控视频里面清晰地拍下他们说我坏话的那一幕。她就是个死舔狗，一点脑子都没有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只喜欢你。此话一出，舆论瞬间扭转，网友纷纷骂他太会演戏。而我也将分手时间表明，我和白婉宁的相亲是在分手后的1个月，他的所有谎话都被戳穿。这一次非但没能压垮我们，还给了我们更高的热度。恋爱7年，才分手1个月就找好了下家，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何若若没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只能在微博上公开质问，我回应得坦坦荡荡。曾经我多次求婚，你毫不在意，如今既然分开，就体面一些。何若若立马回复，附带着一张手戴戒指的图片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这一次真的不逃婚了。这枚戒指你还愿意为我戴上吗？那是被我丢进垃圾桶的戒指，他居然还知道捡起来，你不配。无论他如何哀求，我回应都很决绝，后面也懒得回应，任由他一个人上蹿下跳。他在我这边讨不到好处，便去到白婉宁底下评论，我知道你善良，你能不能把子墨还给我？我真的很爱他。白婉宁只是淡淡回复，何小姐，他是个人不是物品，没什么还不还的，失去的无法回来，未来我会好好珍惜他的。我将洗好的水果放在他面前，静静地看着他打出一行字。被糟心事闹得烦躁的心在这一刻彻底安静下来。我小心翼翼地环抱着他，他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，孩子时不时闹腾会动。白婉宁看着我，垂着眼，其实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。他有些心虚，你是想说宴会那次是你给何若若发的消息，还是婚礼那次你和妈联手送何若若进场啊？我无所谓的双手一摊，他却惊讶地张大嘴巴。我都明白的，谢谢你们，让我可以和过去彻底割舍。他轻轻地靠在我肩上，沉沉睡去。由于我们夫妻双双下场辟谣，何若若再也伪装不下去，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这一次，要不是我早有准备，就阴沟里翻船了。所以我没放过何若若，将她以侵犯个人声誉为由告上法庭。姿势体大，她欠了我一屁股债，而她自从被我养着开始，就再也没有工作，如今生活都难，更何况还要还款。她所谓的好闺蜜，在我告完之后，紧接着下场，状告何若若欠她5万巨款不还。宋云飞在她没钱后跑路了，换了个城市生活，一夜之间众叛亲离，所有的债务都由律师代劳。我再也没见过他。随着白婉宁月份越来越大，全家人都围着他转，家里堆满了婴儿用品，都喜气洋洋地等待新生儿的降临。深夜，医院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我的女儿降生了，孩子长得很像妈妈，小手紧紧握着，睡得香甜。我们拍下合照公布喜讯，祝福声铺天盖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